哦，这样。Hello，大家，我现在在这边等我们4点钟的那个船，然后它是4点钟开到这个岛，然后我把这个名字放在这儿，叫 Benjo。好，我们现在是往那个船的那边走，然后马上准备上船，然后待会儿到了那边以后再给大家 update 吧。到时间以后呢，工作人员就带我们来到这个海港，然后他们给我们每个人穿上了救生衣。我参加的这个团呢叫 Days of Adventure， 在 Lagos 市区有很多这样专门组织的当日游的旅行社，而且它大部分就是提前1-2天就可以订到，而且比 TripAdvisor 上订要便宜，所以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到了 Lagos 以后再订。我们坐的船呢是这种充气式的，像是气垫船一样，开起来以后它速度还挺快的，开到这个礁石大概用了半个小时左右。我们最先来到的是这边最有名的这个洞穴，叫 Benjo。因为这个洞比较窄，所以要排队进去。我们需要等别的船先退出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进去。看一下这个好神奇啊！This is our Carbonagil, the most famous cave. 进去的那一瞬间就觉得特别的震撼，那个阳光呢是从这个洞里面这样打下来，它里面有一块小的沙滩，当时就觉得大自然特别特别的神奇，然后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看到这样神奇的这个景色。我们全程是不下船的，当时我们也看到有划kayak的，就是皮划艇的人在旁边，但是挺难想象就是他们要划kayak要划多久，因为我们这个船其实开得挺快的，但是也开了半个多小时。向导呢会给你一些时间让你在船上拍照。我们来到的这个第2个洞呢，向导说这个叫乌龟洞，因为顶上有乌龟的形状。然后我当时觉得还蛮好笑的，就是感觉好像全世界所有做导游的都会把这个形象的比喻写到他们给游客的说辞之中。About 10-meter long tunnel. Oh, Actually, that's Carvalho, the guy who did it. 在我们
去第3个洞之前，我们路过了这个海滩。向导跟我们解释，这个海滩呢，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海滩，它只能够通过一个隧道过来，或者是坐船，或者是划皮划艇，别的方式是没有办法过来的。从刚才的海滩过来，我们到了下面一个洞穴。那这个洞穴呢，它看上去有点像一个隧道一样，它很狭窄，石头的颜色呢也比刚才的那些洞穴的石头的颜色要深。然后导游告诉我们说，是因为这些石头常年见不到阳光，所以它这个石头的颜色就会比较深。又开了一程，我们接下来到达的这个洞被叫做 Two Eyes， 就是2只眼的洞。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个上方它是有2个洞口，所以就是为什么被叫做2只眼。在刚才船开到洞穴深处伸手不见五指的那一刻，说实在的，整个世界都特别的安静。从这个洞穴出来以后，我们就准备返回海港。我们还看到有当地的小孩在跳水，然后当时就觉得这些欧洲的孩子胆子真的是很大。回程的时候，因为逆风，比来的时候稍微时间长一点，大概用了40多分钟左右。我个人其实挺推荐这个团的，因为这个礁石呢都是自己没有办法看的，只能够划船或者是从岛的另一边过去。所以如果大家来 Lagos 的话，我挺建议大家报一个当日的团，到这边来看一看这些礁石，非常的美。